如果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把弓箭玩明白了，要是捞这个，中国那肯定不困了。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弓箭的国家，中国的弓箭可谓是百花齐放，什么诸葛连弩、霸王弓都是全世界鼎鼎大名的好弓。不过要真说哪款弓的杀伤力最大，当属轻弓天下第一。那么轻弓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它又有多强呢？轻弓实际上是指满清入关时期带入中原的传统弓。满清作为女真后人，也是古代游牧民族之一。与汉人不同的是，他们更擅长于骑射，所以对高强度弓箭的渴求更深。古代曾这样记载，游牧民族的小孩从出生就会骑马射箭，可见这是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血统。所以大部分中原的弓箭都是在跟随游牧民族不断的改进而来的，汉弓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在汉朝以前，中原的弓弩基本都是以单体弓为主，复合弓由于造价太高，很少进行大批量制造。不过汉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时间的决战中，一种新的具有较长弓鞘的反曲弓出现了。这种长弓鞘的设计，即使是力气小的人也能拉开较大距离。汉朝很好的将这项技术学到手中，这让长弓鞘的反曲弓成为了中原弓弩的主流。到了宋朝后，由于重文轻武，导致骑兵部队数量非常少，于是放下了长弓鞘，转而使用短弓鞘。但长弓鞘的弓弩很快被契丹发扬光大，他们将弓鞘距离加长，弓弦缩短，不需要过去弯弓如满月的状态，也能发挥威力。这种设计直到元明时期也一直在使用。这款弓也是轻弓的前身，由于弓的长度比较长，重量很大，所以让它变得非常稳。这种设计极大地增加了弓箭的精准度。到了满清崛起时期，深受明朝辽东边军的影响，他们将这种大弓鞘再度进行改进，也就变成了现在的轻弓。两边更大更长的弓鞘，再加上反向弯曲的设计，让弓弩就像是一个杠杆，弓箭手使用很小的力就能拉开更大磅数的弓。同时他们又将之前的环形悬垫改为了固定式的凹槽式弦垫，弦垫上装有皮革，以减轻弓弦反弹回来的巨大力量。弓体用牛角、木材和牛筋等材料制成，因此轻弓也可以说是金角反曲复合弓。轻弓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普遍磅数比较大。根据统计，最低级的战弓磅数也在80左右，主流的战弓甚至能达到100磅左右。当然了，满清也少不了浑身腱子肉的大力士，这群勇士是真的猛啊，130到150磅的战弓都能拉开。根据测试，轻弓搭配上重型箭矢，甚至可以发射出与早期火药一样的威力，堪比是老式火铳的威力了。关键人家还贼准，比火铳好用太多了。要么我说《鹿鼎记》撑不起我，满清第一勇士鳌拜被10几位壮汉制服还是有道理的，毕竟人家力气是真的大。这种弓箭很快就成为了满清的制式弓箭。满清实录中，努尔哈赤攻占马尔敦城的插画中，非常清晰的能看到轻弓的身影，甚至我们还能在这本实录当中看到努尔哈赤射杀那沈巴木尼。不过轻弓虽然为满清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但不见得这把弓就是非常完美的。轻弓的超大弓鞘设计在短距离内拥有极高的精准度，配合重型箭矢能迸发出强大的破坏力，但是射速慢、射速短是它的弊端。这种弊端说实话满清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他们依旧选择了这款弓箭，这和他们的战斗方式有着很大的关联。女真作为游牧民族，在努尔哈赤没有统一各部之前，各个部落那是谁都看谁不顺眼，能动手就绝对不跟你唠太多，所以人口数量一直都跟不上去，军队以及军工生产自然也无法提高，所以他们不能像中原地区一样，我们弓箭虽然精度不高，但是奈何老子箭多射得远啊。看看秦朝，开战之前先给你来波箭雨降降温，让你感受下成刺猬的快感。努尔哈赤没办法，只能选择放弃数量，换取精准的战法，开始倾向于猎手的战法，这让他们个个都是神箭手，一发弩箭消灭一个敌人。当然，各位看官老爷可千万别以为满清时期的重型弓箭和中原的一样，出现一发射不死人的情况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八旗战士使用轻弓时的弩箭长度普遍在1米左右，重量达100克，而反观明朝时期，箭矢长度通常为60到70公分，重量在40克左右。
说句实在话，我甚至能认为轻功发射出去的不是箭，而是他瞄的长矛。这和远程投掷长矛有什么分别？这么长的箭在短距离射在身上，不说出现个血窟窿当场死亡吧，就算是救下去了，人能抢救活，那也算是军医华佗在世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当初萨尔浒之战中，清军的强大战力真的是死死压制住了明军。当时八旗战士通常只配备12到19支弩箭，箭矢不多，但架不住人家射的是真准。他们通过盾车作为掩护，顶着明军的火器攻击，一直推进到30步距离，弯弓就朝着明军射出弩箭，以极为精准的箭法射中明军盔甲不能保护的腋下、面部等位置。你想想，在如此近的距离射中没有任何防护手段的肉体，到底是什么场景？只要中箭，几乎没有任何活路。明军的军医在后方都闲得长草了，因为没什么伤者需要他来治疗的。当然，也有人说，这都没射中盔甲，盔甲肯定能挡住。千万别有这个想法。当年明军西路军主帅杜松被清兵一箭射中头部，头盔和脑袋直接被射穿，杜松当场毙命。如此强大的破坏力，不得不说实在是太猛了。不过这款武器虽然威力强大，但是它的服役时间已经远超了自己的性能极限。到了清朝末期的时候，轻功还出现在战场上，就多少有些尴尬了。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早就不是当年排队枪毙时期的步枪了，射速快，距离远，伤害也不低。你拿着轻功还跟他们玩个屁呀！等到人海战术推上去了，轻功到了致死距离的时候，或许前排的步兵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，后面的弓箭手最多射一发就会被人家打成筛子，这个仗实在是没法打，自然而然轻功也就被淘汰了。大家都开始玩起了热武器，但无可置疑的是，轻功是中国历史上威力最大的弓箭之一，并且在这把武器的加持下，满清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位统治者。只可惜的是，在历史洪流面前，最终还是将舞台让给了火枪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你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